欢迎收看快乐故事会，精彩故事现在开始。我社死了。舍友和他哥哥视频聊天的时候，我正在换衣服，把上衣撩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视频另一侧温润又干净的嗓音：“小安，我先把视频关了。”顾不上视频另一边的声音有多好听，我惊恐地转头看向舍友。视频另一侧的人已经把视频关了，舍友才意识到什么。转头看到我撩起一半的衣服，有些惊讶地说：“小优，我在视频。”整个寝室回荡着我生无可恋的吼声。等我缓过来，顾安凑到我跟前，一副媒婆的姿态：“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我哥哥？他长得很好看哦。”我脑海中响起他的嗓音，如初雪消融般干净。想来能拥有这种神仙嗓音的人，大概率也会长得好看。但我们的初见，如果那能算初见的话，场面绝对算不上美好。不要了，不要了！我连连摆手，要不你先看看照片。顾安不死心地接着说，撮合的意味十足。我觉得你们很般配，郎才女貌。我想起刚刚的场景，忍痛拒绝。但谁说没有舍友的介绍我就见不到帅哥的？一次下课，我揣着课本，远远看到学院楼前站着的颀长身影。刀斧阔的侧颜，白皙的脸上有一对狭长的凤眸，仅仅只是站在那里就惹得一大堆女生驻足。也许是他的气场太过清冷，竟没有一个女生敢上前。同样的，我也不敢，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看到那张清俊的脸似乎朝着我的方向看了过来，目光中带着说不清的意味。我第一次痛恨自己这么从心，当下转了头，假装看向别处。这件事过后，我后悔了好几天，但没想到我又再次见到了他。在铃声敲响的最后一刻，我踏入了教室。我快速扫视着四周，又没有座位了。我有些绝望，但却又立刻死灰复燃，因为我发现前几天看到的那个大帅哥竟坐在后排的角落。是旁听吗？之前好像没有在这门课上看见过他，刚好他的身旁有个空位。我内心暗喜，给自己鼓足了气，才迈着小碎步，假装不经意地走到他身旁。这边有人吗？我捏着嗓音，极其不自然地说着，语气做作又不自然。他看向我，嘴角上扬，眸中仿佛盛满了星辰，带着细碎的笑意。我靠，怎么有人能长得这么好看？没有人。几秒钟之内，我连我们未来孩子的姓名都想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的声音有点耳熟，好像在哪里也曾听到过。大抵是长得好看的人，声音也都好听吧。顾不上多想，我将小裙子抚平，坐了下来。课上到一半，我偷瞄他，他手上转着笔，一根普普通通的笔在他修长的手指中仿佛被雕成了花。这老师上课很无聊哦。我没话找话，从心底里瞧不起自己。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我斟酌了半天，终于将压在心里的话小声说了出口：“我有个朋友想认识你一下，能加个微信吗？”有个朋友，好蹩脚的话术。我说到后面声音越来越低，几乎是自己都没办法相信的程度。但他却好像相信了，盯着我看了半晌，倏地笑了，嘴角微微向上扬起，有点雅痞的味道。从桌子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界面的二维码。不到片刻，好友验证通过。他发了消息：“顾琛。”我默默在心里重复了一遍他的名字。我朋友叫江优。我脸部红心不跳的把自己的名字发了过去。好不容易熬到了下课铃声响起，我期待着再和顾琛说点什么。自然辩证法的老师却似乎不打算下课，拿着麦克风继续吹嘘着过往的学生。我不耐烦地等着下课。辩证法老师的视线突然扫了过来，看向我的方向。我有些紧张，不会是发现我说他坏话了吧？我低下头。我最怕和老师对视，但自然辩证法的老师显然不是在看我，因为在我绞着手指的时候，他慢慢悠悠地开口说：“刚刚上课前已经和你们介绍过这学期新来的顾琛老师了，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他请教。”我的心里松了一口气，还好不是在说我，但庆幸的时间绝对不超过1秒。
我马上意识到辩证法老师刚刚说了什么。顾琛老师，老师，原是我错付了，怪不得这么一个大帅哥旁边没有坐人。好希望这个时候地上能出现一个洞，让我钻进去。我遇到了我人生中最尴尬的事，但这只是我以为。下一秒，自然辩证法的老师又接着说：“不如请所在顾琛老师旁边的女同学来分享一下，坐在这么一个大帅哥旁边是一种什么体验好了。”我唯唯诺诺地站起来，耳根子发烫。你叫什么名字？我朋友叫江优。你问我叫什么？人生中还能有比这更加社死的场面吗？我声音小的近乎只能自己听见。我叫顾安，只能对不起舍友了。我注意到顾琛看了我一眼，笑容里似乎带着戏谑。第2节上课，我瘫软在桌上，脸朝着顾琛的另一侧，像只鹌鹑缩着脖子，不敢再看他。好不容易熬到了铃声响起，我唰地站起来，抽出抽屉里的书包，随意将书一塞，便脚底抹油往外走。走廊的尽头，顾安已经下了课，站在墙角朝着我的方向望，站姿优雅，格子裙下的腿又细又直。我们约好谁先下课就等着对方一起回宿舍。我不理解为什么我和他的辩证法老师不是同一个。我加快步伐，迫不及待地想把辩证法课上的社死场面分享给他。小安，我和你说，我还没说完。顾安突然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朝着我身后喊了一声：“哥哥！”我顺着他的视线，熙熙攘攘的学生之中，我看到了顾琛。顾安，果然，人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社死没有罪，只有更。心理作用下，我觉得顾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顾安扬起嘴角，笑得灵动。小优，刚好给你介绍一下我哥哥。我的脚好像突然被定在了地上，动弹不得。直到身旁传来淡淡的清冽气息，修长的身影帮我挡住了绝大多数阳光，我才回过了神。我迫切地想说点什么，以脱离这种尴尬的氛围。我突然想起来，我衣服里的洗衣机还没有晒。我不明白自己到底在说什么。我尽量在脸上堆起笑。我得赶紧走了。说完，不等两人的反应，一溜烟往楼梯跑。走出教学楼，阳光打在身上，我眯着眼睛。中午的阳光，好刺眼。我回了寝室，瘫软在床上，想象自己是一条蛆，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门开了，顾安异常兴奋的嗓音响起：“小优，你是不是早就暗恋我哥？”我掀开床帘，心里有些打鼓，却理不直气也壮的回答：“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哦，那这是什么？”说完，拿出一沓黄色便签：“是我的。他不是本应该好好在我书包里待着吗？怎么会？”顾安看到我有些茫然的神色：“我哥说掉在地上的，问我是不是你掉的。肯定是我扯书包的时候太过生猛，以至于便签掉在地上了。便签的封面是我随手画的顾琛的脸庞，简单的轮廓却异常清晰的能看出那是顾琛。但现在不是洋洋自得自己画工好的时候，我更怕顾琛发现自己妹妹的舍友在花痴他。你怎么说？”我内心煎熬极了，迫不及待想知道顾安是怎么回答的。我说，顾安停顿了足足半世纪之久，吊足了我的胃口。不是。随着他的话落地，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小优，你要暗恋我哥和我说呀，我帮你撮合，捷径都不走。我慌张极了。顾琛看到了我光裸着的背，见证了我社死的一系列过程。我就是在天仙，第一、第二印象都全颠覆了。我连连摆手：“别，你要是担心师生的话，他只会在我们学校1学期的。”顾安像是哄骗着小孩，偏我又有些心动。我压下了内心的悸动，1学期好啊，反正也不是我的老师，躲还不行吗？下一周的自然辩证法课又再次验证了我的运气有多差。原先的老师半路跑了，跳槽去别的学校。我看着讲台上的顾琛，只希望这是一场噩梦。我们这一门课需要一个助教，原先张老师还没选。说完盯着我，狭长的眼眸带着笑意。不祥的预感涌入脑海，
果然下一秒顾琛说：“就选江优吧，毕竟我只认识他。”周遭响起的掌声热烈，伴着调侃声。我却如置身寒潭，最近太水逆了。回到宿舍，我左思右想，唯有转发能救我于水火之中。左挑右选之后，我终于敲定一张黄色的符纸，纸上写着“水逆速速散去”。我点了转发，过了几分钟后才想起来，忘记屏蔽顾琛了。原先没把他当成老师，没纳入不可见的组里。好在才过了几分钟，还来得及。我点开绿色图标，来得及个锤子！顾琛的评论醒目又刺眼。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忘了吗？助教要起带头作用，找个时间来办公室温习一下。顾琛，你这个帅气的疯子，你这个迷人的混蛋，你这个除了美貌和金钱以及智慧外一无所有的男人，你失去我了，你彻彻底底失去我了。我一边爆着粗口，一边颤抖着双手回复：“好的，顾老师。”陆耻笑，什么破劳什子的助教，我人如其名，一个只会平时打酱油、期末抱佛脚的学生，怎么可能给同学们起带头作用？我要给顾琛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我江优不是好惹的，看我怎么明确地去他办公室拒绝他。骑着小电驴，背着自然辩证法，我晃晃悠悠地往顾琛办公室走，礼貌地敲了门。得到许可后，我进了门。顾琛抬头看了我一眼，指指他旁边的座位，又低下头，神态认真，像极了在看外文文献的我。只是他脸上没有我看文献时的生无可恋的表情。穿着白衬衫的他感觉更斯文了，窗台外的阳光打在他身上，仿佛给他周身镀上了一层金边。像是发现我在看他，顾琛抬头盯着我，先坐着看会儿书吧。我忘了初衷，拘谨地坐在他身边，拿出了从没有认真听过的书。他好像很忙，那我等会儿再拒绝他好了。我竟不知原来一个下午的时间可以这么漫长。看2集电视剧就没有了的时间，原来可以来来回回把一本书翻上几10次。果真是，书越读越薄了。不仅如此，我还偷偷瞄了顾琛好几次。他的左眼眼尾有颗痣，却不让人觉得多余，反而带着些许禁欲感。他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指甲上的月牙带着莹润的光泽。他思考的时候会用手指轻轻敲击桌面。我在一次偷瞄他的时候，顾琛看了过来：“时间不早了，我请你吃饭吧。”吃人嘴软的道理我还是懂的，吃了他的饭，就会上了他的当。顾老师，不用了不用了，我回去吃。顾琛盯着我，半晌后笑了，有点斯文败类的模样，就当是道歉。不好意思看到了。我一下子想起了自己脱衣服的时候，连忙打断了顾琛的话：“顾老师，你别说了，这顿饭不吃，这是估计过不去了。”坐上顾琛副驾驶位置时，我有些恍惚，怎么就和顾琛一起吃饭了？顾老师，我不想当助教。我犹豫着说出拒绝的话。顾琛再年轻再好看，毕竟也还是我的老师，和老师讲话一向不是我的强项，尤其是拒绝的话语。我在心里打着草稿，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助教，原因有以下几点。我准备了一堆的理由，都没来得及说，因为顾琛下一秒说：“好，不当。”语气中带着些宠溺，但我当时并没有感受到，我内心只有100个的问号。如果这么容易就能解决的话，我来干嘛？吃饭的时候，我开始不断地给自己洗脑，别被顾琛这张会蛊惑人的脸迷惑了，别被这只骨节分明又修长的手迷惑了，别被他扬起的嘴角迷惑了。我们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催眠了自己一路，我终于坐上了回程的车。很好，江优，你的心已经跟杀了10年鱼的刀一样冷了。到宿舍楼下，我伸出手解着安全带，下一秒，眼镜被温热的手掌覆上，带着顾琛的清冽气息。我一下子有些愣住，呆呆的，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好半晌，我才清醒了过来。顾老师，我张嘴轻声叫了一下顾琛，声音带着我自己都能起鸡皮疙瘩的娇滴滴。不好意思，我把你当小朋友了。
顾琛的嗓音低沉，带着些低哑的磁性。附在眼睛上的手一开，我看到了顾琛的眼睛，似乎盛满了星河，而那星河又汇聚成一个小光影。在那光影里，我看到了自己。我杀了10年鱼的刀呢？10年鱼的刀呢？刀呢？说点什么，快，说点什么。顾老师，你是不是戴了美瞳？天，我鄙视我自己。我尴尬地转了视线，看向窗外，一对情侣在宿舍门口吻得难舍难分。顾琛把我当小朋友，所以不让我看到这个吗？江优，说话，说点什么。我不断在心里提醒自己，一定还能说点什么挽回形象。有了，我讪笑着转头，不然顾老师的眼睛怎么会这么好看？江优，做得好，你挽回了形象，这就是高情商说话。顾琛眉眼向下弯，眸中盛满了笑意。就当做你是在夸我吧。和顾琛说了晚安，我回到寝室。顾安看综艺正哈哈大笑。小安，我装作不经意的开口。顾安还没从综艺中回过神。你看我这身段，当你嫂子怎么样？我等着顾安的反应。下一秒，顾安发出了土拨鼠般的尖叫。小优，你终于想通了，我给你创造机会。好不容易放了假，我和顾安相约 KTV 嗷嗷2嗓子。我点了一首《死了都要爱》开场，唱到高潮时，顾安突然凑近说了什么，我没听清，以为他要去洗手间，便挥了挥手表示自己知道了。死了都要爱，爱爱。破音的时候，我看到顾安走在前面开了门，向我挑了挑眉，而他的身后站着比他高出一个头的顾琛。我突然听懂了他凑到我耳边说的话，我哥刚好也在这边。你的捷径来了。这哪是捷径，这是要走到死胡同了。我看着顾琛脑子一抽，咬着牙唱了下去。好了，现在不仅破音，还跑调了。顾老师，我把声音关掉，面如死灰地唤了顾琛一句。顾琛没有端什么架子，轻声说了一句：没妨碍你们吧。我连忙摇了摇头，看着顾琛在我对面坐了下来。顾安走到我旁边，又凑近我耳朵。这次我听清了，他说的是别说亲姐妹不帮你。顾安说完，走到点歌台，点了一首情歌《置顶》，是一首我一直以来自己一个人扮演情侣唱完的歌。我有些担忧地看着顾安，顾琛他能会吗？顾安却没有看我，把手中的麦拿给顾琛。事实证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顾琛不仅会，而且唱得很好听。低沉的嗓音带着他特有的磁性，我愣愣地盯着他的侧脸，喜欢他的点又多了。我没意识到自己花痴地走了神，直到顾琛停了下来。KTV 中只有伴奏的音乐。江优，顾琛拿着麦克风叫着我的名字。怎么了，老公？我自然地开口，过了几秒钟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说了什么。我本来是想叫老师的，没想到出口说成了老公。江优，狼子野心暴露了。我看着顾琛，希望他没留意到我刚才的口误。但是顾琛双眸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眸中带着说不出的意味。怎么办？怎么办？我疯狂运转着我的大脑。我是在叫屏幕里的人。顾琛信没信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是不相信。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拿着麦继续往下唱。余光瞥见顾琛嘴角微微往上扬。唱完歌后，顾琛顺便载我和顾安回宿舍。我和顾安在车门外推让。小优，你快去副驾驶。别吧，太明显了。我内心其实是觊觎副驾驶座位的，但顾琛亲妹妹不坐我去坐，怎么想都不对劲。我还想说些什么，顾琛听到了我和顾安的声响，转了头。小安，怎么还不上车？说完开了后座的车门。顾安像只泥鳅般灵活地钻了进去。我顺势往后走了一步，也想进后座。然而下一秒，车门被顾琛关上。他走到副驾驶车旁，打开车门。江优，轻声唤了我一句，声音温柔，手抵着车门，侧了身让我上车。他爱我，他肯定爱我。我的脑中像烟火绚烂，
整个人好像泡在蜜罐之中，有些飘飘然。直到到了宿舍洗澡时，我还忍不住兴奋地嗷了几嗓子，隐隐约约听到隔壁宿舍浴室的女生开始和声，我才意识到，开心过头了。周末放假，顾安又兴起了媒婆的心思，邀我到他家玩。我本想拒绝，脑中却浮现了顾琛完美的侧颜，到嗓子眼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到了顾安家门口，他牵着我的手打电话：“哥哥，你怎么还没回来？”过了几秒，又接着说，语气带着可惜：“啊，不回来呀？”语气惋惜，我的心也有些往下沉。看样子顾琛是不回来了，顾安仍不死心。江优也来了哦。我的心又从谷底提到了嗓子眼，明知道自己的到来不可能改变顾琛的行程，却又抱着些不知道什么缘由的期待。顾安把电话挂了后，有些歉疚地朝我笑笑：“小优，不好意思啊，昨天我哥还说要回来的，今天临时被叫去出差了。”不知怎么，我却有些松了一口气，大概是还没想明白接下去要怎么和顾琛相处，怎么挽回已然丧失大半的形象。没事的，你不是说你们家有家庭电影院吗？快带我看看。看着顾安有些恹恹的神情，我找着欢快的话题。果然，顾安的脸上又变得明媚起来。对啊，我带你去看。我和你说，每次我一个人看都好无聊。我跟着顾安进了家，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仍有些被顾安家的有钱所震惊。复式的公寓，外在低调，内里却奢华。大面积复古的装修显示着主人品味的不俗。和顾安看完电影，时间已经有点晚了。在浴室洗漱完，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忘记把放在床上的浴巾拿进来了。我扯着嗓子：“小安！”连续叫唤了几声都没有得到回应。寒意从脚底往上升，我估计着床到浴室的距离，只要跑得快点，肯定不会被任何人看到的。退一万步说，顾琛不在，顾叔叔和顾阿姨在另一个城市，即使被顾安看到，也不会有什么的。毕竟同为女孩子，身体构造都一样。我说服着自己，终于鼓起了勇气，打开浴室门，刚踮着脚走了2步，卧室的门打开了。我吓得一激灵，又跑回了浴室。还没等我开口，浴室外先传来声音：“小安。”听到声音，我几乎要撞墙。怎么是顾琛？他不是不回来的吗？我僵硬着，过了半晌才讪讪开口：“顾老师，是我。”人生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在进行自我介绍，我想死的心都有了。门外的声音停搁了好久。不好意思，我刚刚在门外有敲门，但是没有得到回应。我进来拿点东西。没事的，顾老师。我一边尴尬，一边又觉得冷，几乎已经快要克制不住的发抖。我只得伸出手环住自己。犹豫过后，终于忍受不了寒意。顾老师，能麻烦帮我拿下浴巾吗？说完，觉得周遭的温度又下降了一些，我尴尬的脚趾头都在蜷缩，整个人处于一个很奇怪的感受，脚底到脖子底下的皮肤冷得泛起了细小的颗粒，脸上又烫得几乎要滴出血来。好，随着顾琛的声音，我听到他的脚步声渐渐走远，又渐渐走近，听到浴室门外的敲门声。我稍微打开一点门缝，伸出手接过顾琛手上的浴巾。由于眼睛没有看到，我胡乱抓着，不小心碰到了顾琛的手腕，与我的冰凉成反比。从他手上传来的暖意沿着我的手指传导至血液，几乎快要将我灼烧。谢谢顾老师。接过浴巾后，我不自然地开口：“不客气。”顾琛的嗓音也有些怪异，除了平时拥有的磁性外，还有点哑。我将浴衣随意往身上披，折腾了一波后，终于拉开门。顾琛已在门口，看到我出来后，快速将一个暖水袋递到我手里，然后匆匆往卧室门口走去。虽然过程短暂，我仍注意到他脸上升起的一抹有些莫名的酡红。我抱着热水袋，怀里的暖意传来。顾琛，他是什么时候去装的热水？我抱着热水袋躺到床上，在网页中输入着：如果有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很特殊，说明什么？
看着帖子下方的回复，我克制不住地扬起嘴角，一旁的枕头凹陷了下去。顾安有些激动地凑近我：“小优，我哥肯定是为了你才回来的哦。”“为了我吗？”我想起什么：“你刚刚去哪里了？找你好久没找到人。”顾安的眸子亮得惊人。我也有恋爱要追求的。说完眨了眨眼睛，一副少女含羞的模样。我还想说点什么，顾安又开始诱哄我：“你快去和我哥一起看电影。”他现在自己一个人。我有些怂，但还是禁不住顾安的怂恿，一步三回头的又走到家庭影院。在门口就看到顾琛的头靠在影院的椅垫上，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慵懒。我小心翼翼地在顾琛旁边坐下，刚刚的经历仍让我有些尴尬。“顾老师。”我轻声叫他。“嘘。”顾琛伸出手指抵住自己的唇，做了个噤声的动作，眼尾向上挑，嘴唇微微张开。我愣住，有些呆呆地看向顾琛。他的脸在荧幕下有些忽明忽暗，带着说不清的蛊惑感，双眸湿漉漉的，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我不明白，一个如此简单的动作怎么被他做得温柔又暧昧的，仿佛不是在叫我不要说话，而是在无声向我索吻。周遭的每一缕空气突然变得燥热。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屏幕却亮了起来，在这种氛围中显得格格不入。顾琛将手指放下，又指了指荧幕。手机熄屏的瞬间，我看到了一个学弟的表白信息，直白到我没办法假装是别的。顾琛，他看到了吗？我不禁想，他会不会吃醋？我将坐姿端正，也一眨不眨地看向屏幕。但许是刚看完一场，我有些困，上下眼皮不断地在打架。不知不觉中，我的头不断地往顾琛的方向靠。意识朦胧的时候，我只觉得头好像终于有了合适的放置位置，舒服又有安全感。第二天，我在顾安床上醒来，我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我昨天和顾琛看电影的时候竟然睡着了。我转头问顾安：“我昨天怎么回来的？”顾安的嘴角带着些坏笑：“公主抱回来的。”我从床上蹦跶起来，心跳的速度极快，几乎快要蹦出我的胸口。“顾琛抱我回来的，他抱我回来的。”我不自觉拔高了声音，想再确认一次这个事实。没等到顾安回答，我听到了敲门声。这回真的听见了，真真切切的听见了。我深吸一口气，往前一步把门打开。顾琛站在门口，带着还没睡醒的呆萌。我朝顾琛笑了笑：“早啊，顾老师。”顾琛回过神，也咧开了嘴角：“吃早餐吧，顾老师。”顾琛要走开的时候，我叫住他，他有些疑惑地转头：“嗯。”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些羞涩。昨天晚上，谢谢你。该感谢的事好像有好几件，我含糊不清地道着谢。顾琛的脸骤然升起一抹红，迅速蔓延至耳根。昨天晚上没有真切地看到，今天才发现顾琛的脸红能这么可爱。吃早餐的时候，顾安突然开口：“小优，那个表白的学弟好像很帅诶。”我不解，不明白他怎么会突然提起这个。应该还可以，我随口回答。顾琛的筷子突然放了下来，抽出纸巾，似乎在漫不经心地擦着手。我的注意力被他的动作吸引。顾安又接着说，带着憋笑：“那你考虑吗？”我越发不解，刚刚在房间的时候已经和他说过，我拒绝了。小安，不要随便帮人介绍。我还没说话，顾琛却先我一步开了口，语气带着不善：“顾琛，在吃醋吗？”这个想法如野草般肆意蔓延，想阻止都阻止不了。我学着顾琛的样子，放下筷子，又抽出一张纸，不紧不慢地说着：“我拒绝了。”不过一秒，顾琛又拿起筷子，嘴角往上扬，往我碗里夹了一道菜，又好像觉得不对劲，往顾安的碗里也夹了一些。周末晚上，顾琛要带着我和顾安到饭店吃饭。顾安时刻想着给我和顾琛制造二人机会，临到饭店门口时突然说临时有点事，不能和我们一起吃了。说完还朝我眨了眨眼睛。我下意识看向顾琛，怕他会不开心，
但没想到他却不以为然，只嘱咐了句：“注意安全，也不是小朋友了。”我不由想起他说我还是小朋友的时候，耳根子有些发烫。感情相同年纪的顾安不是小朋友，但我是。吃完饭等顾琛买单的时候，身旁有2个打扮时髦的女孩在窃窃私语，只不过讨论的声音有些大，大到我可以听见。那个男生好帅，我想找他要联系方式。女生看向顾琛的方向，兴致勃勃地说着，半晌又补了一句：“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D 女生带着些不确定的口气：“那个一起吃饭的女生应该就是吧？”女生有些不服气：“女朋友怎么会叫男朋友老师的？”我心里腹诽，怎么就不能叫了？ D 女生又回答：“说不定是人家的情趣，你没看到那个男生给她夹菜的动作有多自然吗？” 女生不死心：“是不是？总得上去问问。”听着2个女生的话，我有些紧张。顾琛如果被他们拐跑了，我怎么办？我真的不是他女朋友。女生还没上前，顾琛已经付完钱，转身往我的方向走。顾老师，我叫了他一声，他眉眼带着笑意，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伸出手揽着我的肩膀，往他的方向带。走吧。修长的手指紧紧环着我的肩，像做了千百次般的自然。我心里泛起丝丝甜意，跟着他往门口走。身后的声音响起，随着走远越发飘渺。都和你说了，人家是情侣，种种迹象都表明顾琛喜欢我。我决定先发制人，向顾琛表白。我迈着欢快的步伐走到顾琛办公室，脑中不断想象着顾琛接受自己时，自己应该做出的反应。还没敲门，却听到门内传来说话的声音。我纯粹是因为想要礼貌地等门内的谈话结束，没想到办公室的隔音效果太差了。我清晰地听到一个甜甜的嗓音响起：“老师，我喜欢你。”我心下一跳，饭店没来得及发生的事现在发生了。过了半晌，我听到了顾琛的声音，依旧干净，但有些严肃：“不好意思，作为你的老师，我更希望你能好好学习，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更多的科研工作中。”门被推开，女生双手捂着脸，俨然难过的哭了的模样。我从口袋里拿出纸巾递给她，她向我道了声谢，拿着纸巾放到眼下，轻轻拭去泪水，往外走去。我有些愣愣的，心凉透了。顾琛，是我的老师。是啊，老师和学生怎么能恋爱呢？我退缩了，我不想和顾琛连见面都感觉到尴尬。江优，我抬起眸，顾琛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面前，手上拿着纸巾，应该是要递给那个女生的。我扯起嘴角：“顾老师。”顾琛挑起眉，似乎有些惊讶：“有什么事吗？”我一时有些语塞，本来准备告白的情话一句都说不出来，好像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不上不下，难受得紧。“顾老师，你吃饭了吗？”半晌我才憋出这么一句自己都觉得十分莫名其妙的话：“还没呢。”顾琛似乎没有觉得奇怪，温柔地笑着回答我。我脑子一抽，说了一句：“我也还没吃呢。”话说出口才反应过来，恨不得能找个坑把自己埋起来。为什么我每次见到顾琛的时候都会变成一个傻子？顾琛似乎一愣，但只是一瞬，又开始笑，眸中的笑意几乎快要溢出，而嘴角的弧度好像也已经是极力克制后的。顾琛似乎很喜欢笑，好像除了第一次见到他时没有看到他笑，往后的每次见到他时都笑得撩人。好，老师请你吃。说完伸出手揉了揉我的头发。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顾琛误会了，他以为我是来找他蹭饭的。我连忙摆手说不是，是老师想请你吃。顾琛的话语中带着调侃，越说越说不清楚了。顾琛该是以为我蹭饭，又不好意思承认，换了个说话方式照顾我的情绪。我看着他，他依旧那么好看，这么久以来，我甚至没有发现他任何的缺点。不对，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不是我的。顾琛他不喜欢我，为什么又对我这么好呢？因为我是他的学生，还是因为我是他妹妹的舍友？我有些食之无味地吃完了一顿饭，
回去的时候，顾琛让我等会儿，我以为他要去洗手间，坐在车上等着他。过了10几分钟，顾琛拉开车门，坐回到主驾驶的位置，塞给我一只草莓熊。我有些疑惑，转头看向顾琛，他的脸上升起一抹酡红，逐渐蔓延至耳根。你好像不太开心。小女生应该会喜欢这个。是啊，我喜欢。我本应该是喜欢的，但我不喜欢他口中的小女生，好像这就是我和他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顾老师，你觉得学生和老师能谈恋爱吗？我紧盯着顾琛，生怕错过他一丝一毫的反应。他先是一愣，而后神情变得有些严肃。我是不支持的。顾琛还想再说些什么，我先一步把脸转向了车窗外，不想让他看到我红了的眼眶。我开始乖乖上课，见到顾琛时，恭敬地叫一声顾老师好，在他欲言又止的眼神中加快步伐，匆匆离开。我以为我和顾琛也就这样了，但没想到我会在宿舍突发阑尾炎，疼晕了过去。意识有些清醒的时候，我看到了顾琛，他的手握着我的，语气温柔却带着紧张。江优，我用尽力气回握住了他，想张口说点什么，但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完的时候，我又看到了顾琛，坐在病床旁，看到我醒来后，朝我笑了笑。原来手术前看到他不是错觉。顾安这个时候走了进来，抱着我的草莓熊，语气中带着些调侃，还朝我眨了眨眼睛。你睡觉都要抱着的宝贝给你带过来了。宝贝，我的脸上突然有些发烫，一句很平常的话在顾安嘴里带了点不可说的意味。我下意识地看向顾琛，没想到他也正盯着我，眼神中有光影流转。空气似乎变得有些燥热，气氛不知为何有些暧昧。顾安把草莓熊放在桌子上，又很知趣地走了出去。好半晌，我才十分矫揉造作地说了句：“麻烦顾老师了。”没想到顾琛下一秒却说：“自己人，麻烦什么？”我的心又开始小鹿乱撞起来。自己人是什么人？喜欢的人，还是被当成妹妹？原先笃定的顾琛喜欢我，我突然不确定了。顾老师，你还缺妹妹吗？我眼神紧盯着顾琛，一步又一步的试探。当然，如果我没有说一句话还要大喘气一次的话，会显得有气势点。我没想到顾琛会有不正经的时候。他说：“你要是想叫哥哥，也不是不可以。”说话的时候，凤眸微微上挑，带着说不来的痞气。可这话说的暧昧不清，却不是我真正想听的答案。我不知道学弟从哪里知道的我住院的消息，在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问顾琛到底喜不喜欢我的时候，推了门进来。江优学姐，你要快点好起来。学弟抱了一大束花放在草莓熊的前面，花束太大又太多，我几乎已经看不到草莓熊的耳朵。我刚想开口，学弟又一副自来熟的样子搭上了顾琛的肩膀。悠悠的哥哥吗？我下意识看向顾琛的脸，我第一次看到他脸上有温润以外的情绪。不是，他是老师。我伸出手扯了一下宋远的袖子，示意他别说了。没想到顾琛往前一步，把草莓熊抱起来，语气有些凉凉的。不仅是老师，也很快就不是老师了。我知道顾琛只待1个学期，但从他口中说很快就不是了，这句话还是让我有些恍惚。顾老师，你能出去下吗？宋远之前向我告白的时候，我已经拒绝过他了，但他似乎还没死心。我想和他说清楚，但顾琛在场，总觉得有些怪怪的。顾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抱着草莓熊，颇有些气鼓鼓地走了出去。他要出去就出去，抱着我的草莓熊干嘛？我一眨不眨地盯着宋远。宋远，我有喜欢的人。我开门见山，不愿意耽误他。宋远削苹果的手一顿，过了几秒钟，又继续手上的动作。我连喜欢你都让你厌烦了吗？语气带着委屈。我看着他的脸，不明白应该怎么说他才能听得进去。我只是不希望耽误你。我刚说完，宋远倏地站了起来，把削到一半的苹果放在桌上，眼神紧紧地盯着我，带着执拗。我倒希望你耽误我。我有些无奈，
想起自己对顾琛会不会像宋远对我一样，也会给他带来困扰。宋远走的时候，眼睛有些红红的，像只受了委屈的小兔子。他开门离开没过一会儿，顾琛又抱着草莓熊进了门，与出去时截然不同的反应，看起来有些春风得意。他走到桌子旁，拿起宋远削了一半的苹果，继续把它削完，手上动作优雅。我等着他将削好的苹果递给我，没想到他却自己吃了起来。我盯着他，十分不解。我再给你削一个。顾琛语调自然，都是苹果，还分什么高低贵贱？得知顾琛离职还是在课上，座位旁的同学讨论热烈。好可惜呀，这么帅的老师居然就要走了。我以为他们是在惋惜顾琛这学期结束后就要离开学校了，也有些感伤。但下一秒，他们讨论得更加热烈。为什么他不能等到这个学期结束呢？想到下节课就看不到他，就好难过。下节课，我的感伤里夹杂着些许的愤怒。为什么好像只有我不知道这件事？但也是，我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他告诉我呢？我有些兴致缺缺地上完了一节课。以往顾琛走到我位置旁，会伸出手假装不经意地用手指敲敲我的桌面。每每这种时候，我面上装作一切如常，心里早就乐开了花。但今天我却趴在座位上，不敢抬头看他，怕会忍不住流下眼泪。回了宿舍，我问顾安，他却说顾琛想要亲口告诉我。我有些难过，却又有些期待，但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夜宵的时候，我和顾安到路边吃烧烤，吃的正在兴头上，突然看到了顾琛的消息。你在哪儿？比起期待，我此刻害怕的心理更多。出院后，顾琛反复提醒我不要吃上火的东西，但我病一好，又开始上蹿下跳，耐不住烧烤的诱惑，把他的话置于脑后。我战战兢兢地打字，在休息呢，马上睡了。一边吃着烧烤，一边看着聊天记录。烧烤好吃吗？我在你身后。我用手指戳着屏幕，一个字一个字地打着。好吃，比上次吃过的那家好吃。我不怕死地发了过去，但却不敢回头看顾琛。身后的声音响起，依旧温润，却带着些无奈。就不能再忍耐一下吗？我转头看顾琛，在烧烤摊灯光的照射下，他的皮肤显得更加白皙，脸上看不见任何的瑕疵，穿了一件简单的白色 T 恤，一如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般，看起来格外年轻。我站起身，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顾老师。顾琛的手伸了过来，动作温柔地解着我手上的塑料手套。不是让你好好照顾他吗？他对顾安说出的话却不像他的动作那么温柔。顾安有些委屈地看向我，是我强迫他的。我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当然，如果这个强迫的定义是，如果他能把我选的这家店的店名念出来，我就不吃这个烧烤，已经算是我的妥协了。头顶上牌匾挂着闪烁的霓虹灯，有些许老上海的味道。奔山飘险，这难吗？不会吧？怎么会有人连一个字都念不出来？但是我现在的样子，就好像顾安刚看到店名时的样子，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你的账，等下慢慢和你算。顾琛冷不丁地来这么一句，果然不该抱有侥幸心理的，我的心凉了。和顾琛走在林荫路上的时候，我犹豫着要不要开口。原先打好的草稿在他面前却如鲠在喉。顾老师，我犹豫再三，终于开了口，却看到顾琛的视线看向一旁，我有些好奇地跟随着他的眼神。一对情侣在昏暗的路灯下拥抱接吻，但不过只看了3秒，顾琛伸出手将我的头掰正了对着他，目光灼灼。我心下犯嘀咕，又把我当成小朋友了。我自觉伸出手遮住眼睛，伴随着一声轻笑，我的唇上传来一道温热的触感，带着顾琛身上独特的清冽气息。我有些呆愣，手背上感受到顾琛的绵密的睫毛扫过，有些痒。我的心开始一阵乱跳，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顾琛的呼吸。半晌，唇上的温热触感才消散。我依旧捂着自己的眼睛，不敢看顾琛，直到他伸出手将我的手拿开，我才看见他的双眸紧盯着我，
凤眸中盛满了笑意，细碎又多情。顾老师，我抿了抿唇瓣，轻声叫他江优，我不是你的老师了。我愣愣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说这个。所以我可以亲你了。你喜欢我？我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原来眼前我喜欢的这个人，他也喜欢我。我的心里小鹿乱撞起来，伸出手环住顾琛的腰。顾琛低下了头，凑近我的耳畔，声音沙哑又撩人。还不够明显吗？我又抿了抿嘴唇，如果这就是他说的明显的话，那可以更明显一些。还不是很明显，顾老师。顾琛又笑了，笑容里带着说不清的意味。我闭上眼睛，等着他说的明显，下一秒唇上却传来疼痛，带着些许麻意。顾琛，他咬我。似乎察觉到了我顿住，顾琛压低声音：“这就是你不听话的惩罚。”说完又亲了下来，攻城略迟，温柔缱绻。好半晌，他的唇才离开。江优，1学期太长了，我等不了了。顾琛日记，顾安不断地和我说他的舍友有多漂亮，人又多有趣，几乎时时刻刻把江优这2个字挂在嘴边，好像拼了命地希望他的舍友能当他的嫂子。我有些好奇，他口中描述的人真的存在吗？好看的外表下还有有趣的灵魂吗？但我仍拒绝了他的撮合。我一贯不擅长处理感情的事，更何况他说的那个人还马上会成为我的学生。对于我来说，学生和老师本就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直到那次意外，我看到了他的舍友江优，他似乎是忘记了顾安在和我视频，毫无防备地撩起衣服，光洁的背出现在了我面前。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即使不是刻意的，我仍侵犯到了他的隐私。我一直想找机会请江优吃饭以示歉意，但却一直找不到理由。若是一上前就说因为这件事赔罪，怕是会吓到他。我没想到江优会是我的学生，还那么跳脱。果真如顾安所说，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只是我还没有看到他静的时候，坐在角落旁听时，一道带着柑橘香的身影在我一旁坐下，伴着匆忙跑来的急促的呼吸声。我看了他一眼，几根细碎的头发落下，但依旧挡不住那双咕噜噜的大眼睛。我想着下课的时候找他要下联系方式，再找个机会请他吃饭。不想他却先加了我，说他的名字叫顾安，还说是他的朋友想认识我。他的脸红扑扑的，双眸中带着笑意。他可能不知道他说的话有多么蹩脚。我几乎快要克制不住扬起的嘴角，就好像是枯燥乏味的生活中闯进了一只以为自己是黑色皮肤的小白猫，反复横跳，一门心思想要证明自己，生动又有趣。江优很有趣，但我一直以为自己仅仅只是觉得他有趣，才会忍不住去逗他，没有往其他地方想。直到我自然地往他碗里夹菜，顾安不怀好意地朝我笑，我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也装作很自然地往顾安的碗里也加了一些。但只有我和顾安自己知道，我们从来不是会给对方夹菜的兄妹。后来我变得越发奇怪，不自觉地想和江优再靠近一点。看到他手机亮起时屏幕的告白消息，我竟会开始想，江优，如果只是我一个人的就好了。让我更清晰认识到自己的感情是一次和江优吃完饭，他的神情有些恹恹的，不知怎么，我的心里像堵了个石头似的。这个时候我才猛地发现，原来我见不得他不开心。我希望他的脸上永远挂着笑容，双眸中永远盛满笑意。这是我第一次产生了永远的念头。我知道我喜欢上江优了，但作为一个老师，我无法和我的学生谈恋爱，这是我一开始就给自己定的底线。我有些痛恨自己是江优老师的身份，这是横在我和他之间的障碍。但好在我只任职1个学期，只是我没想到1学期能这么长。长到江优住院时，我看到他苍白的脸，心疼的想要将他拥入怀中，却又不能。我依旧还只能是他的老师，而不能是别的。一个叫宋远的男生来看他，抱着一大捧花，眼里的担忧几乎快要溢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刻意，他把我认成了江优的哥哥。
那一瞬间，我的心里涌起一阵烦躁。我怕江优不愿等我，奔赴别人的怀中。好在宋远出来的时候脸色并不好。虽然作为老师，我应该对学生做到感同身受，但我私心真的松了一口气。1学期太长了，我不愿等。我向学校递交了辞呈，在校长的挽留中说了声抱歉。江优，我希望下次站到你身边是以男朋友的身份，更甚至是以你口误时的老公的身份。顾安日记，顾琛每次只要看到路上有情侣在接吻时，总会伸出手将我的眼睛覆上，还异常自然地说：“我家小朋友不能看到这个，感情看是不能看，但亲是能亲。”我不解地问他，顾琛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亲你的时候，你又看不到。”其实顾琛才是那个小朋友吧。和顾琛在一起后，我们一起吃了好多的饭。准确地说，是他疯狂地给我投食，从早餐到夜宵，从中式到西式，以至于我拥有了小肚子。我有些不开心地捏着肚子上的软肉向顾琛抱怨，顾琛却笑得肆意，也伸出手覆上我的肚子。这都是我的财富。我难得和顾琛吵架，原因是什么我已经忘了。总之是不足为外人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一天没有理会顾琛。顾琛发了一段话给我：首相加末相的和，乘项数除以2。我没反应过来，没好气地回答：干嘛？顾琛语气高冷，打了2个字发了过来：求和。精彩故事下期更精彩，感谢收看。